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之前我们已经制作了骑兵、步兵、工兵未来的发展，还有他们目前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就要做领袖统帅啦。那我知道多数玩家呢，可能都不是专门去培养领袖统帅的玩家啦，但是我敢打赌你们的搭配里面一定会放置一个领袖统帅在你们的队伍里面，不管是骑兵、步兵、工兵都会有放一个领袖统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是每个兵种所有的统帅都是优秀的或者是很好用，像近期官方也推出不少的领袖统帅都是可以用于野战使用的，所以还是有不少玩家会选择领袖统帅，再加上领袖统帅它是可以全部兵种都使用，所以就变成玩家的选择之一了。那目前领袖统帅呢，只有几个是比较适合用于野战使用啦，因为大多数的领袖统帅都是偏驻防比较多。那我们现在比较常用到的就包括斐利，但其实斐利也是有点开始偏弱啦，但是还是要讲一下它的搭配方面。像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用刘彻搭配斐利、诸葛亮搭配斐利，或者是亚瑟搭配斐利这几个选择。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不太推荐，就是大家用亚瑟搭配斐利，因为那个速度会变得有一点快。如果你是用混兵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难去控制部队的速度，可能会有一些部队比较慢比较快的问题发生。相反的，我反而会比较推荐大家就是用诸葛亮搭配斐利，因为它在速度上面会有所提升嘛。像诸葛亮的选择，比方说亚速或者是海尔曼呢，速度都会比较偏慢一点，它这边是提升20%，比那两位还要多出了5%的速度提升，而且它有把工兵生命值提升5%的效果，有概率性的 AOE， 有概率的再次触发自己的主动技能，并且造成了所有伤害提升30%。除了斐利这个选项之外呢，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赫克托尔。赫克托尔其实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培养大于斐利啦。那当然培养方面等一下后面会继续讲下去，我们先讲搭配。赫克托尔的话基本上也是跟刚刚斐利差不多，应该是说赫克托尔就是斐利的地态兵。如果你之前没有培养过斐利的话，你就可以去培养赫克托尔。赫克托尔跟斐利的差距就是赫克托尔它是有输出的，斐利也是有输出，但是它的输出会比较偏低一点，但是它是有原型 AOE 啦。最重要就是这个统帅它的输出是符合所有的统帅，像它这边有针对骑兵就给连击伤害，给步兵就是重击伤害，工兵或者是其他兵种的时候就是技能伤害，有提升速度、生命值、防御力，还有它其他的技能都有针对不同的兵种都有提升，所以正常在使用过赫克托尔的玩家都对它的评价都表示很好。而且赫克托尔它不是只是用在野战而已，其实它驻防也是可以使用的。再来另外一个领袖统帅就是最近才推出的维钦托利，那维钦托利就比较不一样一点啊，它针对于骑兵跟步兵会比较适合，因为我们有去测试过了，它针对工兵其实没有这么好用，它有一些技能不适配用在工兵方面，就比方说它的第4技能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10%，用在工兵身上效果就没有这么好，但是骑兵跟步兵效果会比较好。还有包括它的第2技能，如果要触发这个有概率性让敌方失去怒气的话，其实用步兵或者是骑兵触发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快。那在我们的测试当中呢，其实用维钦托利搭配阿卡琉斯，就是阿卡琉斯做主将，他做副将了，还有孙武搭配维钦托利，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就是要说有哪一些比较推荐的领袖统帅。那其实以目前的版本来讲呢，波罗头、斐利、赫克托尔甚至是维钦托利其实都有点不太适合了，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但是没有到非常推荐的地步。那假设说如果你的城市还是使用混兵，你目前要使用混兵去驻防的话，其实波罗头依旧还是可以使用的，因为现在最新推出的领袖统帅呢也不是驻防统帅，也暂时没有一个领袖统帅呢是可以用于驻防据点，不只是城市而已，就只有波罗头而已。所以如果你是需要用到这方面的话，其实波罗头还是可以去培养的。那如果你是拥有很多兵种啊，然后你又担心说没有的去搭配其他的统帅啊，又想着说可能要去培养2个工兵、2个步兵、2个骑兵，压力会很大的话，其实赫克托尔还是可以暂时使用的。但其实我个人是已经不太推荐大家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去培养赫克托尔，因为目前大多
多数的兵种都已经有很好的搭配了，就是没有必要去培养赫克托尔，就是暂时顶替这些。因为领袖统帅其实淘汰的速度会很快，可能你现在去培养了多不久，他马上就没有办法用了，或者是效果很差。尽管他现在表现还是不错的情况下啦，你是真的很急着用，没有其他统帅可以搭配用了，你可以暂时去培养赫克托尔来顶替。但如果你不紧急，你还有其他的统帅选择的话，可以不用去培养赫克托尔。至于其他的领袖统帅呢，我都是不太推荐的。像有一些玩家还会用图拉真，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那斐利其实是不推荐的，等一下我会再讲。维钦托利呢，有一些玩家会去培养，但是维钦托利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培养。那么这边先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还有测试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测试当中发现到，其实它报告都是不错的，不管是针对其他的单挑或者是5v5的情况下都算 OK。但是可以看到它的报告拿到的击杀其实会偏比较少一点，比较你其他的兵种。它的优点是可以让你的部队变得比较硬一点，但相对的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更高的输出。并且这位统帅呢，可以说是比较偏向 buff 的那一方面，就是说你的部队本身就已经很强了，你还想再提升的更强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统帅。顾名思义，就是你已经拥有5队或者是7队的输出了，你想要搞一些别的东西，你就可以去搞维钦托利。但如果你是正常玩家，你想要去培养的话，首先前提就是你有没有赫克托尔跟斐利。那如果你已经有这2个统帅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去搞维钦托利。说白了，就是这个统帅呢是给大佬玩的，并不是我们一般玩家所使用的。那在刚刚我并没有推荐斐利的原因，就是我在好几个版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了，其实斐利的表现已经很糟糕了，尤其是水晶科技改版之后。在还没有改版之前呢，大家都是用拉扯的方式去打，然后可能会触发到一些斐利的一些被动技能，造成敌方的一些伤害之类的，触发的一些 buff debuff 之类的，所以它的报告表现都会比较好。但是在改版之后，多数的玩家都可以面对面的接触打。在我自己个人的排行榜中呢，它是已经从 A 等级已经跌落到差不多 CD 等级了。所以如果你目前有斐利，你想要提升一点的话，其实可以打算去培养赫克托尔。但是这个仅限于你想要去培养领袖统帅啊，如果不是坚持说一定要领袖统帅的话，其实斐利跟赫克托尔都可以不用选择。至于剩下其他的领袖统帅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途，除非你是真的需要去打别人的城市啦。其实朗纳尔是可以用到，但是这个成本太高了，你只是为了要打人家的城市而去培养的话，李舜臣已经是完全的被波罗多替代了，所以基本上也是不需要用李舜臣。那如果你是打算要驻防自己城市的玩家，其实马加什和拉普也是不错，但是这个只是针对于你们真的想要驻防城市的话。如果是据点的话，其实这2位统帅用不上，所以这个要不要培养呢，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啦。那我先说一下目前领袖统帅的定位。其实我觉得官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领袖统帅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设计。因为可以看到他们多数还是会往驻防那边去设计，但是又偏向于像野战那边设计了一点点出来。就比方说像斐利、赫克托尔跟维钦托利，但是他这个野战的统帅设计呢，有时候又不太稳定。就比方说像斐利的话，他就比较偏向辅助的部分，但是他的辅助效果其实没有到特别强啦。其实维钦托利的辅助效果会比起斐利还要强一些，但如果是说输出的话，他的输出又不如赫克托尔。然后赫克托尔的定位呢，就跑去设计成类似像输出的定位，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很多东西都是提升自己的攻击啊、伤害之类的，比较少辅助方面的。接着维钦托利就完全设计成辅助的效果，所以我感觉官方他们好像也是挺迷茫的，就是看到现在这一代的统帅是往哪一个方面去设计，他就设计怎样的领袖统帅出来。至于驻防统帅，早期他们还是会设计不少的统帅，都是针对于据点或者是城市那边都可以做到防守动作的统帅。像早期比较强的就包括武则天跟李舜臣嘛。到了后来波罗头出现之后，多数的领袖统帅呢都是驻防自己城市，就比方说拉普、马加什。但领袖统帅驻防一般的表现都不会特别好，虽然有一些玩家他们是用赫克托尔来做驻防啦，但是赫克托尔当他变成附
将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说是完全领袖的统帅，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的伤害转变为主将的伤害了。所以其实有不少玩家当他是骑兵、步兵或者是工兵来使用的，而不是完完全全的领袖统帅。而且官方有时候设计那些领袖统帅，其实使用周期是真的非常短。就比方说像我刚刚所讲的，赫克托尔为什么不要建议你们去培养，就是很大可能之后设计出来的骑兵、步兵、工兵实际表现数据都比起赫克托尔还要更好。而且我个人实际用下来，赫克托尔呢只是帮一些统帅提升了他们自己的表现，他的报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没有到很逆天的存在。维钦托利更加不用说，而且除了这3个我们比较常用到的领袖统帅在野战之外啦，多数的领袖统帅用的周期都不会特别长，甚至是有些一出来就已经死掉了。就比方说像本多忠胜、吕布，但其实可以看到早期的领袖统帅其实设计的还不错，用的周期会比较长一点。那可能就是现在官方他们想要赚更多钱啊，所以就不要给玩家用一个统帅可以用到死，而且是这么通用的情况下用到死。至于未来领袖统帅的方向呢，我觉得说如果他们还想要继续往驻防统帅那边去设计的话，其实应该要设计一个针对于据点所设计的领袖统帅，就比方说像波罗头这样子的，而不是像马加什或者是拉普拉普这种。而且目前波罗头都有快要顶不住的效果了，都已经有不少玩家换别的统帅去做驻防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推出一个领袖驻防统帅了。至于野战方面呢，其实还是要看官方他们要往哪个方向去设计。像这一次它出现了辅助型的领袖统帅呢，所以下一次有很大可能就会设计出一个输出型的领袖统帅。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只是完完全全的输出的话，好像用途又不是很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类似像赫克托尔这样子，但是又再加上一点点的辅助效果，这样子设计的话，其实玩家会比较愿意去培养啦。所以这里就看官方怎样去设计了。但其实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对领袖统帅有过高的期望。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领袖统帅目前的状况，还有未来的趋势会怎样去设计之类的。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